如果以我之前提过的00878的算法去思考，大盘也要涨55%才能获得相当于00878的获利效果。现在大盘在20200，表示加权涨55%等于要涨到31000。那我就请你认真思考一下，台股要上31000，真的容易吗？涨到这么高，又需要花几年的时间。这就是我强调的，你除了有看法，你看好台股的长远未来，这没有问题，但是可能做法有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的频道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买台股 ETF 突然就变成一种惯性跟潮流了。每到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不再是恭喜恭喜，而是你有买00940吗？打开 Dcard 理财版，你会发现每个人在晒资产的时候，投资组合里都一定会存部分的台股 ETF。0050至今已走过20个年头，累积超过3000亿台币。最近更是因为各种高股息 ETF 的推出，让大家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一听到年配息、季配息，甚至月配息，纷纷开始幻想就是被动收入躺着赚，财富自由的开端。不是借贷、解定存，就是抵押房子，忙着把钱通通塞进这个是常理。在已经确定破发的现在，如果你对于 ETF 的未来觉得很不明朗，或是根本搞不懂这个东西就已经被套住，现在感到很惶恐不安，我希望你可以在这部影片里得到一点方向。在投资市场里犯错没关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你愿意持续关注我，跟着我学习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在开始接下来的内容之前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、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看看资讯栏的连结，好东西都藏在里面了，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们。ETF 的中文为证交所交易基金，可以想成是一次买一篮子股票，因为是机构根据特定投资策略帮你配置好持股。对一般投资人而言，就是把钱交给专业操盘团队制定出的机制，同时具备分散风险、操作便利的好处。只要付一点管理费，就可以感觉像有专业经理人在帮你管理资金，不香吗？ ETF 这样的投资选择于1993年在美国首次推出，台湾则是在2003年迎来了首档 ETF。 台湾50、0050开始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，但自2019年以来， ETF 在台湾的总资产规模从1274亿元飙升至2024年2月的1.5兆元，5年的复合成长率世界第一，显示出其迅速增长的受欢迎程度。ETF 的价值要分成市价跟净值来看。市价就是我们一般在市场上交易撮合出的价格，净值则关乎成分股依照权重计算后的价格。当市价超过净值时，我们称为溢价；净值超越市价时，我们称为折价，但通常不会超过1%。而 ETF 在新上市时，交易定价是以净值为基准，因此00939、940都有破发，也就是跌破发行价格的状况产生，无疑就是因为成分股价波动的缘故。跟一般股票的申购是用市价或预估公允价，还打折给你买，有很大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人家新股申购要抽签，中签率还只有个3%、5%，而 ETF 申购却不用怕买不到。有些小白以为发行价是在抢便宜，想来个短线杀进杀出，这种连游戏规则都没搞懂的，我也只能祝他幸福了。ETF 的优点，如同前面所说，最吸引人的还是分散风险这点，可以一次买入数个成分股，且根据一开始就设定好的标准跟条件，避免了新手无法遵守投资纪律造成的错误决策。另外，也有机会在折价，也就是市价低于净值时买入，用更低的价格来投资成分股。
缺点则是在于，既然有折价买入的机会，当然也会有溢价买入的可能性。而且购买 ETF 风险就真的不存在了吗？你们知道 ETF 是存在下市机制的吗？当股票型 ETF 在30个营业日里平均规模低于终止门槛的1亿元，就必须下市。期货型 ETF 的门槛则是规模5000万，或者累计跌幅达90%以上。除了下市风险之外，因为投资人对高股息 ETF 爱得十分高调， ETF 的交易税额又比较低，不少当冲客也盯上这波热潮，在申购期间就大量买入成分股或选股相似的 ETF， 拉抬股价，准备在发行日当天或隔天马上卖掉，小赚个买菜钱。当 ETF 被拿来玩当冲，跟原本主打的稳定低风险的逻辑不就互相冲突了吗？你在投资上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想要借由交易来成为收入来源，甚至暴富翻转人生，还是想更聪明地管理资产，不想放定存被通膨吃掉？除了目标之外，也要审视自己的个性，对于风险的承受度到哪里。如果你已经进入了投资市场，对于这些问题却没有个底，我建议你可以先停下来，好好思考一下。简单来说，看法跟做法完全是两件事。你认为未来台股会上3万点，这是你对股市未来的看法，但现实的股价走势是会上上下下的。虽然最终可能会如预期的照你的看法涨到3万点，可是这过程可能会先有一波或不止一波的大跌，或是长期的盘整。3万点也许5年10年后才到，那你真的抱得住这么长的时间，并且能够承受中间大幅度的洗刷或大跌吗？你真的确定在中间涨跌的过程不会把你当初看好3万点的信念消磨殆尽吗？台股美股都才刚经历过大跌，我虽然已经提前在教学文章中提醒各位注意安全了，但投资人总是没有危机意识。在金融市场里，历史会不断重演，白话说就是金钱游戏的割韭菜模式数十年来没有变过。就好比说台股加权指数在农历年后，我们顺势一路做多不做空，不抓回档转折，一路大涨了2000点，市场一片看好，甚至新闻媒体名嘴分析师都在喊台股上24000的时候，而我在113年4月7号、4月8号连续2次在微股利的免费教学文章中重复提醒，在我透过计算后得出这波满足点在20800多点，而加权指数即将到达20800多点之前，正巧那时候正要放清明节，所以我特地写了2篇文章，提醒了2次清明节后会变盘，这些教学都有记录的，不是马后炮乱掰的。但我的热心提醒总是一如往常的，基本没人会信。结果行情就在清明节后4月10号达到20883，台股就开始一路大跌，一周跌掉1600点，这也算是可以理解了。毕竟从2月涨到4月，投资人的心里肯定会有一个预期，就是股市很强，随便买随便赚，随便上车随便都涨上去的心理惯性。安稳地坐在车上的人，正常是不会预想到10分钟后可能会紧急刹车。依照我多年观察，很清楚韭菜们都是这种想法，总是容易失去戒心。所以我又在4月15号发一篇文章告诫众生，大跌还没有结束。结果4月19号开始，台股就创下单日最大跌点774点的历史记录。如果你想追踪我的免费分析文章，可以点击影片说明栏的连结，或者直接联系小帮手协助。透过投资 ETF， 我们也许能够获得比定存还要高的回报率，但对于小资族而言，要透过 ETF 翻身甚至达成财富自由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我们先前讲到看法与做法的关联性。如果你是小资族，想借由投资达到财富自由，那 ETF 不会是有效的手段。
就算你是长期稳健投资人，当这档 ETF 无法持续为你提供价值，或是明明有其他更有效益的选项，那就该认清现实，找寻更好的标的。很多人喜欢用 ETF 跟定存利率做比较，但这两种投资的风险性质截然不同，不应该拿来被比较。投资人需要明白，配息率不等同于报酬率， ETF 是有赚利息却赔价差的风险存在的。ETF 的配息来源分3个部分，第一是成分股若有涨幅带来的资本利得，第二是成分股的股息，这2点都建立在一个重点：成分股的公司是否有赚钱。因此我说买 ETF 就是对未来的行情看涨。第3个部分则是收益平准金，也就是大家最怕听到的，用你的本金去配息给你。收益平准金一开始是为了避免在公布配息到实际除息的这段时间里，资金大量涌入，导致无法维持原本预计配息标准而设计的机制。但偷偷挖东墙补西墙，也没人会发现，反正没有人会去看 ETF 真正的绩效，只在乎自己有没有拿到配息而已，不是吗？金管会规定，从2023年11月1日起，投信公司必须在配息前2天公布该 ETF 的所有配息占比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见真章了。后面还有很多高股息 ETF 即将上市，广告行销号称的固定配息、高额配息率背后，应该要先注意的是：一、操盘团队的实际绩效，他们报出来的指数平均值利率是历史绩效。投资最重要的是未来，这种特定策略长期来看是否能超越大盘。2、配息来源是否可能来自收益平准金，占比多少。3、除了交易手续费以及交易税外，每一档 ETF 的经理费、保管费等等费率如何计算？月月配或每季配息到底适合怎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你想感受每个月都有被动收入的感觉，那月配息确实可以为你带来每个月的稳定现金流，而且将股利所得分散在12个月里领取，让大户得以避开超过2万元要扣缴2代健保的门槛。讲到这里，只是讲到关于配息的部分。韭菜们眼里只看到高股息、高配息就失去理智了。但是我刚刚有提到，投资除了有看法、有期待以外，还需要有明确的交易策略，要不然你也可以找个专门为了做波段交易而设计的软体去辅助自己。像我自己研发的超直觉波段软体，可以用彩色 K 线判断强弱，还有神奇阶梯判断主力筹码、攻守位置等等超好用的功能。现在最新功能开放了，可以划线，可以自己做记号了哦。点击影片说明栏的连结，或者直接联系小帮手协助。你们有听过擦鞋童理论吗？1927年，当时美国未来总统约翰·甘乃迪的父亲老甘乃迪在街上遇到一位擦鞋童，并请他擦鞋时，这位少年开始向他谈论股票，这让老甘乃迪感到意外，因为即便是那些通常不涉足股票投资的群体，也开始谈论股市，这意味着市场上似乎已经没有新的资金流入，难以找到新的买家来接盘。他预感到没有人来接盘的话，股市的下一步只能是下跌，因此他决定卖出所有股票。结果在1929年9月，股市真的迎来了一场大崩盘，也就是华尔街大股灾。以牵连层面和持续时间而言，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股灾。在股市崩溃之前，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段被称为咆哮的20年代的繁荣时期。这个时代的特点是，人们普遍忽视了投机交易的风险，满心认为股市会持续攀升至新高。正是在这股乐观氛围的推动下，许多人投身于股市，梦想着能够快速致富。在股市崩溃前，著名经济学家欧文·费雪甚至声称股价已经立足于向永恒的高地上。
但擦鞋童带来的警讯，成功让老甘乃迪规避了一场股灾。一直到现在，也提醒着我们，当市场过热，连平常没在接触投资的人都开始讲得头头是道，或许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市场。这一次的申购热潮也有类似的味道。前几天我搭高铁在等车，就听到旁边的人在聊自己也买了2、3张。他朋友问他：买了可以赚多少？他说不知道，但听说每个月都会配息，而且配息率蛮高的。我相信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才能创下募集金额1700亿这种惊人的数字。但我们回到 ETF 赚钱的核心，你如果想同时赚到配息跟价差，那进场点就特别重要了。有跟着我学习的同学都知道，00878我提到的时候价格才16块多，大概在2022年10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加权指数才13000点。那现在台股加权2万，涨了55%，00878也涨到了22块左右，大概有40%的涨幅。而为什么00940我会认为很不安全？我现在就在告诉你。根据规定，00940在挂牌上市的3天前就必须把90%的资金进场完毕，等于说就是强制这档 ETF 在山顶上进场。再强调一次，在这个时机点、这个时间点、这个股市高水位的时候，00940必须把90%资金进场完毕，就是强制在山顶进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，是不是很有可能赚到配息，却赔掉价差？你们想想看，接下来加权要涨多少才有可能赚到像我们之前布局的00878约4至5成的报酬率？如果以我之前提过的00878的算法去思考，大盘也要涨55%才能获得相当于00878的获利效果。现在大盘在20200，表示加权涨55%，等于要涨到31000。那我就请你认真思考一下，台股要上31000，真的容易吗？涨到这么高，又需要花几年的时间。这就是我强调的。你除了有看法，你看好台股的长远未来，这没有问题，但是可能做法有问题。换句话说，00940因为是在山顶上布局，投资人若是打算长期持有，那么要被套住个几年，这可能性可说是相当的高，等于利息是有赚了，但是可能赔了价差。配息能稳定入账，固然是令人开心的事，但如果你每打开股票库存，看到00940持续好几年账上亏损套牢，心情恐怕也不会太好吧。在彼得林区的影片里，投资大师已经告诉过我们要买你知道的东西。投资市场里最忌讳的就是无头苍蝇，整天杀进杀出，但都跑错方向。就像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参加很多免费投资群组，网友们热心给了各种建议，但来路不明的陌生人竟然能主导你的下单决策，不觉得怪怪的吗？我知道大家赚钱很辛苦，所以经常幻想靠投资来一劳永逸。但也正因为赚钱很辛苦，看着大家把血汗钱往水里丢，我觉得很心疼，才会想要把我研究出来有效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点击影片下方的第一个链接，可免费试用波段软体。若想参加最新活动，解锁直觉好用的功能，可询问小帮手。最后给已经进场的散户一些建议，如果你不想离场，解套的方式就是靠时间去累积，定期，不要定额，持续买进来摊平成本。毕竟 ETF 玩的本来就是长期投资，而我对于人类的整体经济发展也还是长期看好的，不至于要太过绝望或是慌了手脚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
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